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在广汽传祺 GS8的一个小型的体验会的现场。那我身边的这一台呢，就是第二代的全新的传祺 GS8。那不管是广汽传祺对它寄予的厚望，还是网上网友的呼声，我觉得这一台车在今年的自主品牌车型当中，它是非常重磅的一个车型。那这个第二代的 GS8，它其实是在 GPMA 架构下的一个 L 平台打造的，它其实代表的是 Large and Luxury， 就是大和豪华。那根据官方给出的数据看呢，它除了高度降低了5毫米之外，它的车身长度增加了145毫米，那它的宽度增加了40毫米，它的轴距增加了120毫米，所以整个车型看起来比第一代车型要完全大了一个尺寸似的。但是呢，它跟上一代车型看起来呢，它还是完全一个一系列的一个传承下来的，这也是很多自主品牌它存在的一个薄弱点。因为自主品牌车型它可能有的很好看，然后有的还有一些就是创新在里边，但是他们都少了一个环节，就是传承品牌设计的传承下来。就像马路上我们常看到的奔驰、宝马、奥迪一样，不管它是入门级车型还是到旗舰款车型，我们都能一眼看出它到底是属于什么品牌。但是这部分是自主品牌比较就是欠缺的一部分。但是这一点上，我觉得传祺是做得很好的，因为我们这个第二代车型虽然说视觉上我们看起来是完全一款车的车型，但是它能看得出来还是一辆 GS8， 因为它跟上一代车型相比较起来，它是有一些关联在里边的。那第二代传祺 GS8 呢，它有2种前脸，一种是龙鳞翼，一种是展威翼。那我身边的这一台混合动力版车型呢，它配的就是龙鳞翼的这个前脸，它只有这一款前脸。但是汽油版呢，它不但有龙鳞翼，它还有展威翼。那你要说了，这汽油版和这个混合动力版它怎么区分呢？其实还有几个非常明显的点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21寸的这个多辐轮毂，这个是混合动力版专有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车侧的这个隐藏型的这个扶手，这个也是混动版独有的。还有就是一个下方的这个 Monster 这一个装饰板，这也是混动车型独有的。所以这3点大家就可以看出来马路上跑的这一台到底是混动版车型还是汽油版车型。而且整个这个车型的大灯，我觉得是非常漂亮的。大家看一下这个灯，它像一个龙爪一样有个4灯，而且它是可以进行灯光秀的，也是用车内的大屏来显示。一会儿咱们可以试一下啊，非常的酷炫。它有3种模式，有委婉的，然后有舒缓的，还有动感的。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小的乐趣点在吧。那网上很多人在问它跟丰田到底是什么关系？其实呢，丰田在这里边扮演的是一个供应商的角色，它为广汽传祺第二代 GS8 的新增的混动版车型提供了 THS 混合动力系统，然后而且包括那套电子4驱系统的 P4 电机，整个这一套打包方案其实是丰田供应的。那广汽传祺给它用的呢是巨量引擎阵营下的这个一个 2.0T 的这个发动机。你说2.5升和2.0升内自然吸气发动机有什么不好吗？没有，它其实开起来很平顺，而且很省油，但它就是很中庸，它没有任何乐趣在里边。可能主机厂想赋予这台车的一些更多的驾驶乐趣在里边，所以它才选择的是 2.0T 的这个发动机。那我们进到车内，第一感觉就是这一代的 GS8 内饰与上一代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它就是减少了实体按键，然后它所有的功能全部集中在中间这个大屏上。那上一代车型它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车机，在这个前的中控台上边，而且它这一代的仪表盘也是非常大，是显示的功能也很清晰，从视觉上是非常好的。再一个，我觉得个人觉得很好看的呢，就是这个水晶挡杆，就是看起来非常有质感啊，像握着一块宝石一样。还有就是你看，像这块有一个那无线充电，这都是现在时下比较潮流的一些配置，基本上是每个车都配备的。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我是觉得这一代的GS8 它的材料是非常的好看的，而且是非常的厚实的。比如像这个中控台这块，它是采取的一个拉丝的，而且里头有一点点闪着小金光，就是再加上它这个车内的氛围灯，比如你要夜晚的时候调节到不同的那个颜色情况下，它其实可以反出来的，看起来很高级。还有就是这个门板上的这个银色的这个拉丝装饰条，摸起来我觉得也是很好的，而且不留手印，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再有一个是作为这么大的 SUV， 我是觉得它的储物空间也是非常重要。你像中间这有2个杯架，完了在这个无线充电的边上还有一块板可以放在日常的，比如说票啊，然后还有一些卡呀之类的东西。还有这个中央扶手箱打开之后，它其实里面也是很大的，我觉得放个3、4瓶水，然后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吧。还有就是，我觉得我这个座椅这个还是非常好的，就是它会在我坐下去当中，它是把我撑托起来的，我并不是凹下去的，而且呢，它也是很软，包括这个侧边的这2块，它可以把我很好的包裹在进去。然后刚才通过这个显示屏当中可以调节这个座椅的高低呀，然后这靠背的前后啊，还是很方便的啊。一会儿我们去第2排看一下。第2排座椅跟前排座椅其实是一样的乘坐舒适度的，它非常的有支撑力，而且也很软，并且它这个腿托的这个长度是这个坐垫是足够的，就不管你是身高1.8米的，还是像我这种的人士，他坐在这儿都会很舒服，所以对于长途来讲，它还是比较友好的，而且它方便第3排乘员的上下，像下边有一个这个拉手，我往前一挪，哎，很方便，我都没有费什么力气，然后座椅就往前靠了，然后它在这个侧方呢，它有一个那个扳手，把座椅往前挪，然后扳手拉下来之后，第3排乘员就可以进去了。我们去看一下第3排吧。这个车呢是一个7座版的 SUV， 所以第3排它坐2名乘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2边它都有杯架在那儿，也是很方便的，并且很有意思的是，这个第3排座椅它的收放是很方便，基本上你像我这样的女生，我觉得我也能是很轻松的把这个座椅收起来或者放下。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啊。而且大家看到这个拉手了没有？它是一个自带吸力的，我把它放下之后，它就自动回位了。然后在这个第3排座椅，即使都立起来之后，它的这个后备箱还是有一定容积的。我觉得放那么2个日常的登机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款车既可以满足于日常的，就是5个人长途使用，然后也可以满足7个人的短途使用，还是很方便、很实用的。那我们刚才进行了一小段的城市道路的体验啊，主要体验的是 AVDC 这个主动式车辆动态控制系统，它是第2代GS8上新配备的一个装置，而且传祺给它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影子车手。其实简单来讲呢，它就是通过一个机构，然后构建，然后根据驾驶员的不同的驾驶习惯和进行的不同路况，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协调，让每个人都看起来像老司机一样，很好的能驾驭这款车辆。而通过刚才我们的实际道路体验，我觉得其实还是很明显的，就是不管是激进呐，还是说稳定啊，还是冰雪模式，冰雪模式今天没有体验到的，就是刚才那2个模式下，它的油门反应，然后包括说方向盘的这个灵敏速度，都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可能是在不同的状态情况下，它确实还是可以给你助力一些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子车手这个功能还是很有意思的，听起来像个武林高手的样子。那今天其实就是一个很简短的一个初体验啊，然后这个车将在10月1号呢进行预售价的公布，可能要到广州车展的时候才会正式的上市。但是经过这1天的体验下来，我觉得有几处是我感受最深的。第一是做工，这个车的第2代传祺 GS8 的做工是真的非常好。然后再有一个呢是它的空间真的非常大，现在可能就要等价格了。如果它的价格能在人们的期望值之内呢，我相信这款车的未来应该是还是很大卖的。还有呢，我觉得在日后的这个试驾当中呢，可能我会再去关注一下他说的那个 ARHUD 的这个功能，还有一个它那个汉德的多离合片的这个极限情况下的它的耐久性。我觉得这2点可能是在我接下来如果有机会能进行长途试驾的时候，然后是我比较关注的点。那好吧，也欢迎你们继续关注我们，下期见，拜拜。